这一集我们直接从 BioHub 在2026年5月27日的官方来源出发，主题是蛋白质世界模型。先不要急着记名词，我们先抓一个核心问题，这次到底只是漂亮发布，还是有可验证的工程进展？来源一次释出3个物件 ESMC、ESM Fold 2和 ESM Atlas。 等一下我会把它们拆开，让你知道每个物件各自负责什么，能回答什么。先交代来源身份，这篇是 BioHub 官方发布页，不是二手转述。好处是你看到的主张、数字和外部连结都可以回去核对，这对技术内容很重要，因为很多误读不是来自主张太弱，而是引用层级混在一起。今天我们会维持 source first， 先讲来源，再回答什么，再讲我们可以带走什么。第一个重点是发布范围，这次不是单点模型，而是3层组合。ESMC 是基础表示模型， ESM Fold 2是结构推理头， ESM Atlas 是把大量序列与结构做成可探索界面的壁图。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先建一个可重用的生物表示底座，再把任务能力和探索能力分层挂上去。这里的世界模型要先白话定义，它不是宣称模型什么都懂，而是说模型先透过大量资料学到可组合的规则，再用任务头去做具体预测。这个路线的价值在于重用，底层表示不用每次重练就能接不同任务。它的限制也很明确，底层再好，最终仍要看任务证据和实验回圈。接着看 ESMC， 来源给出的尺度是大约 2.8 billion 序列，重点不是只看数字大，而是这个规模让模型有机会把跨物种的蛋白规律内化成表示。你可以把它想成先学一套蛋白语言的语法与语义，后面才谈特定任务。这一步通常不直接产生你最想看的最终答案，但会决定后面任务头的上限。ESM Fold 2的角色是把这层表示转成结构推理。来源谈到它可以在推理阶段增加计算预算，也就是难题可以多跑几轮再排序，这点很工程化，你不一定要动训练就能用计算时间换更稳的候选品质。这种设计对真实流程很有用，因为资料固定时你还有一个可调旋钮。现在补一个很多人会卡住的名词 MSA， 它是把多个相关序列做对齐，找共变讯号。过去在折叠预测非常关键。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它？因为来源在比较的其实是2种路线，一种高度依赖显示对齐讯号，另一种把更多规律前移到预训练表示，在视情况选择是否加辅助资讯。抗体情境被反复提到，不是因为它流行，而是因为它很难，变异快，界面几何要求高，而且有高医疗价值，所以很适合拿来当方法上线测试。你可以把它当成压力测试场景，场景表现提升很有意义，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单一高难场景的进展不应直接外推成所有生物设计问题都同样被解决。读 benchmark 时，我建议你固定看3件事。第一，评测集合到底在测什么任务。第二，比较条件是否一致。
尤其输入资讯是否同等。第三，分数可不可以跨情境外推？这能避免一种常见错觉，把在指定条件下更好误读成在所有条件下都最好。来源有提到强项，但也要搭配条件一起看。官方来源最有实物感的一段是5个 target 的实验流程，它描述的主轴是把前段候选搜寻大量搬到计算端，然后再进入虚实验验证。这里我们要抓住逻辑顺序，先有计算候选，再有实验确认，最后才谈是否对下游流程有帮助。这是进展，但仍属早期设计加速。接着是 Atlas， 来源给了2个关键数字 6.8 billion 序列与 1.1 billion 预测结构。这些数字的价值不是展示规模，而是把未知区域变成可搜寻、可聚类、可产生假设的地图。对研究者来说，这像是把大量未注释生物讯号先整理成一个能探索的地形，而不是要求每个点都已经有最终答案。来源也提到，用 SAE 这类方法把潜在表示拆成比较可解释的特征。这件事的作用不是把黑盒完全变透明，而是让你有更好的中介层去讨论模型到底抓到哪些功能讯号。工程上，它很像除错仪表板，不能替代最终验证，但可以提高你定位问题、设计下一轮实验和沟通假设的效率。如果把这次发布当成工程产品，我会说它是一个3层模板，可重用表示层、任务头层、探索界面层。这种分层让系统比较容易演进。底层持续扩大表示能力，任务头按场景更新，界面层负责让研究者真正用得起来。这对我们看其他 AI 系统也有参考价值，不只在生物领域。现在讲边界，来源能支持的是，在特定任务和条件下，结构预测与前段设计流程有明确进展。来源不能直接支持的是，这已经等于药物开发全流程都能被同样速度与品质取代。这2句看起来只差几个字，但决定了你是做严谨判读，还是做过度承诺。你下次读这类来源，可以照4步走：先问来源到底要解哪个问题，再看证据形态是 benchmark 还是实验，再看条件是否可迁移到你的场景，最后列出目前还不知道的地方。这4步很朴素，但能大幅降低被单一亮点带着跑的风险。这篇来源对我们自己的内容流程也有启发。先把可重用事实层整理稳，再去做每支影片的任务化叙事。这样一来，遇到中断或 recovery， 我们不需要从头猜一次来源在说什么，同时也比较不会把流程语言盖过来源本体，维持 source first 的一致性。最后收敛3句。第一，这次发布不是口号，确实有可核对的技术进展。第二，进展成立的前提是分层理解 ESMC、ESM42、Atlas 的分工。第三，再好的结果也要守住边界，不把早期证据包装成全面解决。你如果把这3句带走，再回去读原始来源，理解成本会低非常多。